你们是从山西来的？只有山西才可以出这么优良的品种。两位是当官的？山西布政司。咦，是我们的老爷。哦，他特地派我们来，有重要的公函交给这里的县太爷。哎，这些阿猫阿狗，你告诉他这么多干什么嘛？讨厌嘛！哇！哦，原来两位真的是机灵过人啊！见识过两人的特殊癖好后，宋世杰赶紧安排他们住进豪华套房，因为此时正值清朝末年，这种前卫的爱情还不被大家认可。而宋世杰表面上是个客栈老板，其实背地里却是广东最出色的壮士之一。每当他在路上遇到不平之事，都会开启嘴炮模式，怼的那些欺压良善者哑口无言。其中被宋世杰整得最惨的，就要数水师提督的儿子冰少爷。那天，冰少爷牵着他的恶犬招摇过市，在路过牛肉摊时，恶犬二话不说张口就咬。摊主见状，赶紧动手狗嘴夺肉，结果恶犬见肉被夺走，下一秒狠狠咬住了摊主大腿。而为了自保，摊主顺手抄起木棍就是一顿猛打，这才吓跑了狗仗人势的恶犬。但如此一来，却被狗主人冰少爷抓住了把柄。他以恶犬是从花旗国100两高价购买，让本地的县老爷当街判案。这100两养了2年，200两。这样最少要赔200两啊！知县，阿才每顿都吃牛肉的。这样最少要赔300两。可就在这时，宋世杰打断一直不停往上加价的两人。他表示，阿才这种花旗国的高级品种，加上路费这些，最少要赔500两，起码要赔500两。忠告是高见，500两。我不等冰少爷反应过来，阿福依葫芦画瓢，照着他大腿狠狠一口咬了下去，这可把冰少爷给疼坏了，下意识地抄起木棍敲打阿福。而一棍子下去之后，阿福继续模仿恶犬的样子逃离人群。目睹全过程的宋世杰立即面露伤心之色，然后让冰少爷赔自己1000两，因为阿福是他养了2年的高等员工，如今被冰少爷一棒子打得没了踪迹。除去衣食穿行这些不说，光是以后的务工补偿费用要1000两，还是宋世杰好心打了1折。一番说辞怼得冰少爷哑口无言，气得他对着宋世杰破口大骂。结果就在这时，看戏的村民不小心碰落了花盆。来人是宋世杰的妻子梅姐，这风驰电掣的救人一脚，多多少少带点私人恩怨了。随后胡知县通过宋世杰指点，判冰少爷补偿给牛肉摊主500两，双方就此两清互不干涉。可宋世杰这张3寸不烂之舌，带给自己最多的却是因果报应，因为他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贪，为了钱时常为那些恶霸凶徒颠倒黑白，赚了很多昧良心的不义之财，导致夫妻2人的12个儿子全都未满周岁就过早夭折。于是，在给这些孩子扫墓之际，梅姐劝宋世杰从此封笔，她担心马上就要到周岁的13也会不幸遭遇什么意外。而宋世杰对此既不反对又没支持，一番模棱两可的回答后，成功将梅姐注意力转移到了做生意上。可不料两夫妻刚到家，富豪陈老爷就拿出1箱黄金，恳请宋世杰动用铁齿铜牙的本事，替自己儿子失手杀人做无罪辩护。事情起因也很简单，陈少爷昨晚和开烟馆的邵东家发生争执，两人气不过演变成了武斗，结果身体本就孱弱的烟馆邵东家，在今天早上竟一命呜呼了。烟馆老板张彪得知此事后，当即将陈少爷给告上了县衙。我老公打算封笔了。梅姐担心自己儿子安危，自然不肯让宋世杰接下这个状子。没有办法，宋世杰只能忍痛开始下逐客令。不料见此一幕的陈老爷丝毫不慌，只见他双手一拍，门外突然推来了2板车黄金，全卸在了宋世杰脚下。打赢了，这全都是你的。波姐，输了我也一半。宋世杰很懂官场审案那一套，在没开堂前，他提前写好状纸递了上去，把张彪从原告变成了被告。状告张彪儿子把陈少爷指甲盖打伤，但念及行凶者已不在人世，负债自还，赵彪赔50两，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宋世杰滴水不漏的颠倒黑白，让大字不识一个的赵彪无力反击，于是赶紧说陈少爷打了儿子3拳后，儿子回家后不久就突然暴病。对于这番说辞，宋世杰更是早就想好了对策，二话不说直怼陈少爷面门，接着觉得力道不够大，又计重脚快的陈少爷满地打滚。不要问，你不够聪明机智，请问一下，你儿子何时被揍的？昨天下午。何时断气？今天上午。关他屁事啊！刚刚我盒子揍了他2拳，若还在10年8年之后他死了，请问大人，你可不可以告我谋杀？不行，这可不行啊！这巧舌如簧的歪曲事实，当场将张彪说的没了分寸。他抱着宋世杰的大腿祈求正义，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场官司一开始就是场不公平的审判，尤其是老态龙钟的胡知县，昏庸无能，听风就是雨，完全被宋世杰玩弄于股掌之间，根本无法对案件当机立断。大人，闲话少说，有结果了吗？有，能不能给本官一点小小的提示？就这样，
在宋世杰口述一遍结案陈词后，胡知县荒唐的判决张彪儿子属于正常死亡，但死前打伤陈少爷指甲一事，需要赔50两作为医药费。而听着这样的判决，宋世杰眼角一滴眼泪划过，是内疚，是心虚，亦或是对死者的忏悔。可殊不知，报应已经降临在宋世杰身上。他刚从县衙回到家，就被告知自己在打官司期间，儿子不小心落水溺亡，报应接二连三的出现在儿子身上。再这样下去，宋家香火在他这里估计就要断了。于是梅姐强压着他，在街坊邻居的见证下，让宋世杰彻底封笔，弃文从商。可动动嘴皮就能日进斗金，宋世杰压根就不想过早放弃这碗富贵饭，便在封笔仪式上开始整活。他现在地下装病被当场识破，又让阿福在竹梯上动了手脚，直接从牌匾处落向地面。梅姐自然明白这是宋世杰的诡计里，于是立即抱住一半竹梯，将另一头插进牌匾缝隙之中，拽着宋世杰荡到了封笔位置，将笔盒准确无误挂在了上面。此时刚好是最佳时辰，宋世杰的封笔仪式完美谢幕。随后两人平稳落地，宋世杰这才知道梅姐怀上了第14个孩子，他再也经受不起丧子之痛，所以今天才果断逼宋世杰封笔。就这样，夫妇将自家小院打造成了一间客栈，每天迎来客往也算能自给自足。但时间一长，宋世杰的职业病就犯了，让这位张彪的儿子张小字把陈少富的儿子陈大文的左手小指的指甲打断。伤得好厉害！哎呀，大人，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儿子死了？哎，人都会死的，大人。玩完这些，宋世杰又像个吉祥物一样，杵在收银台前两眼发呆。这天，赵彪雇了几个街头高手，点名打断宋世杰左右3根肋骨，给枉死的儿子出口恶气。而宋世杰一个文弱书生，很快就被打得鼻青脸肿，眼看被3人堵到墙角就要下死手。梅姐这时从外面返回，听到动静立即从下面跃至2楼。不知道后来陈浩明版本的法是不是从这里找到的灵感？殷十娘平常走2步都准，一旦上战场打起架来是勇猛异常。再看3个所谓的街头高手，仅仅只是数个回合就被梅姐一一给揍趴在地。不过令宋世杰羞愧的是，衣衫褴褛的他依偎在梅姐怀中时，被整条街的父老乡亲疯狂嘲笑，这让他觉得自己男子汉气质遭到严重践踏。于是为了树立伟岸形象，他找到定做不削的老板。这个吧，穿上去起码高5、6寸。对啊，这是对呀。那倒不如这个吧。我喜欢，我们大家开心吧，是吧？多加1块，是吧？既然这样，那倒不如这样。宋世杰穿着特制增高鞋，嘚嘚瑟瑟地回到家中，这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令他心中无比的酣畅淋漓。他立即来到梅姐面前，让其也体验一把仰视别人的痛苦。结果梅姐只是说了一句，在他心中，宋世杰志气高是当之无愧的真男人，就让宋世杰秒变小鸟依人状态。他卸掉绑在腿上的特制高跷，然后深情款款地夸赞妻子：“你在我心目中是最大的。”而就在这时，